我宣布，这个女人是最狠的这次阿松哥熬了3天3夜，终于看到了一部刺激到爆的反杀爽片。你是下一个。里面的女主绝对是阿松哥见过最淡定的，而且下手还嘎嘎的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咱们影片开始。百万富豪退休之后，孩子们都来庆祝，殊不知这将是他们全家人最后的晚餐。吃饭期间，一个秃牙男像是看到院子里有什么恐怖的东西，结果当他刚走进窗户，砰的一剑，直接把他脑门扎漏了。众人看到这一幕，吓得是嗷嗷叫唤呀！是谁在偷袭？是谁？大呼小叫的声音那是此起彼伏啊！可这些变态杀手完全不在乎这里面人的死活呀，刷刷刷的弩箭像雨点子似的落在屋内。二儿子为了保护老妈，还被扎穿了后背，幸好他命大没扎中要害。这下众人更慌了，的就要窜他。此时咱们的主角嘎达姐，她立刻指挥老公把受伤的二弟背走，然后让其余的人全部用椅子的靠背做掩护，纷纷跑到安全的地方。嘿，你还别说，这变态杀手果然找不到目标下手了。暂时安全的众人想要报警，结果可想而知啊，别说信号了，就算家里出现一只老鼠，都得被变态杀手扎成筛子。可就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啊。这时候崩溃的小女儿崩了，我不管，我就要走，耶稣也拦不住我。嘎达姐也不是耶稣，好说歹说的是劝不住啊，非得走那就走吧。结果这小女儿还非要冲刺跑，谁知她刚跑出门口，就被变态杀手拉起的钢丝一下就抹脖了。就这样，小女儿捂着脖子咔咔咔的就嘎了。老公公老婆婆一看，最疼爱的小女儿死在自己前头了，哪能受得了啊？老婆婆俩眼珠子一翻，昏了过去。老公公为了老伴的安全，作死的将她放在了楼上卧室。殊不知这其中一个变态杀手就躲在卧室内啊。很快昏昏沉沉的老婆婆像是看到了一个黑影，刚嗷嗷的叫了一声就被嘎了。众人听到老婆婆惨叫，跑去楼上查看，结果就看到了一具血呼哧啦的尸体。这些人中啊，就属老公公最伤心了。这老伴儿死在今天，这以后让他咋过结婚纪念日啊？众人看着伤心的老公公，将他扶下楼去了。嘿，还是偏偏有个作死的女人啊，不走就算了，甚至还往床底下看。女人吓得嗷嗷惨叫，冲下楼打开大门就跑了。受伤的二儿子孝顺的很呐，立刻起身去追，结果被门口的钢丝碰住了背上的剑，疼得顿时是滋哇乱叫啊！谁知二儿子是个狠人呐，猛地把剑拔了下来，拿到眼前一看，我操，这扎的也忒深了，当即两眼一翻昏了过去。再看嗷嗷跑走的女人，最终还是被变态杀手追上，成功嘎了。此时的房间内还剩下嘎达姐和老公、小儿子和女友黑眼线以及拉刚刚。嘎达姐老公身为大儿子，他觉得自己必须敢于冲在前线呢，为大家开辟生路。嘎达姐觉得老公不是那块料，劝他放弃。谁知老公心意已决，头也不回的就冲出了家门去搬救兵了。说实话呀，嘎达姐挺无语的，看这背影咋感觉像是跑了呢？但嘎达姐不在乎呀，毕竟她可是淡定如老狗啊。而且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保护幸存家人的安全。于是嘎达姐让小儿子和黑眼线先把所有窗帘拉上，然后她去厨房挑选了几件趁手的防身武器。可正当她准备分给众人时，突然身边的窗户砰的一声碎成了沙子。只见一个戴着狼面具的变态杀手走进房间，举起斧子就朝嘎达姐狠狠地劈了下去。危急关头，嘎达姐一个翻身躲过，紧接着一个脚蹬将杀手踹成了2级残废。而嘎达姐趁杀手吃动时间，抄起扳手狠狠砸在了变态杀手的后脑勺啊！紧接着1下2下，变态杀手嘎了。这一幕给旁边的小儿子和黑眼线吓得是目瞪口呆啊！好家伙呀，咱嫂子就是猛啊！殊不知解救完第一个变态杀手，还有第2个呢。然而此时的嘎达姐几人一看，我操，老公公去哪儿了？原来是去2楼作死了呀！男人还不知道还有20秒他就要死了，他小心翼翼地打开2楼杂物间的木门，在地板上他看到2瓶水，一瓶能喝，一瓶不能喝。他猜测房间里一定住着其他人。此时房间的灯突然熄灭，他再次小心翼翼地来到供电室，推上了电闸。此时小儿子和儿媳也赶了过来，正当男人告诉孩子们家里危险时，小儿子亲眼看着老父亲死在自己面前，可他不仅不激动，甚至淡定地观看了整个过程。下一秒，变态杀手走了过来，原来他们是一伙的。别问小儿子为啥要雇杀手杀了家人，问就是他老爸老妈太有钱了。与此同时，对于老公公被嘎和小叔子掉马甲浑然不知的嘎达姐，还拿着锤子满屋子寻找变态杀手呢。要不是嘎达姐聪明呢，人家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，什么时候该苟着。此时潜进房间的第3名变态杀手发现了第一个被嘎达姐砸死的同伴，当即嗷嗷的掀了桌子，剧烈的响动让嘎达姐躲在门口观察情况。谁知下一秒，面前的木门居然被变态杀手咔咔的就啃烂了。咱就是说啊，嘎达姐就是嘎达姐，愣是没吭一声。很快，变态杀手就停止了砍砸，结果回过头一看，
只见昏迷的二儿子居然醒了，变态杀手猛地扑了上去，危急关头，嘎达姐现身，直接从背后给了变态杀手一刀。变态杀手一看这女人也忒猛了，溜了。这变态杀手刚逃走，小儿子和黑眼线就下来了，四人决定制作机关来保证自己的安全。结果在二儿子跟着小儿子去到地下室时，小儿子干脆不装了，于是一个发狠，直接把他二哥炸成了马蜂窝。而对此还浑然不知的嘎达姐刚制作完陷阱跑去楼上，结果看到了死翘翘的老公公，谁知他还没来及悲伤呢，就看见另一名变态杀手走了过来。危急关头，嘎达姐破窗而逃。但嘎达姐聪明啊，她知道如果向树林里跑肯定跑不远，于是她灵机一动，悄咪咪的从另一扇窗户再次躲到了家中。那人家变态杀手也不是蠢蛋呢，在看到树林没人时，果断的从窗户上跳了进来，结果一脚踩在了嘎达姐制作的陷阱上，顿时疼的是滋哇乱叫啊。与此同时，小儿子和黑眼线听到声音走来，怒斥变态杀手你不中用啊，花了这么多钱请了你们3个杀手，结果被个女人搞得就剩下一个了，简直没用。此时激动的小儿子殊不知他们的对话全都被躲起来的嘎达姐听到了。好家伙呀，原来是你这个小子搞的鬼啊！看来我嘎达姐不出马是不行了。这女人够猛啊！只见她拿起手边的白线和一块石头，然后将一枚挂钩插在门框上，紧接着将白线穿过门把手和门框后，再将石块和斧子绑在一起，最终将斧子吊在钩子上。就这样，一个简易的陷阱就做好了。但凡是有人开门，等待他的将是樱桃一斧。果不其然啊，等嘎达姐做完这一切，变态杀手就来了。谁知他没走正门，从窗户进来的，这也就意味着陷阱派不上用场了。嘎达姐灵机一动，拿起一旁的相机，又抄起一根木头，躲进了地下室。于是，在变态杀手追来后，迅速砸掉灯泡，然后利用相机的闪光打了变态杀手一个措手不及。嘎达姐谨慎的很呐，直到变态杀手的脑袋被他砸得稀巴烂，这才停止了手上的动作。接下来，嘎达姐需要干掉的目标就只剩下小儿子和黑眼线了。只见嘎达姐对着悄摸进入房间的黑眼线哐哧就是一脚，紧接着就扯住他的头发，拼命的往后撕扯，这给黑眼线疼的是呲牙咧嘴啊！危急关头，小儿子赶到，嘎达姐眼看不妙，抄起平底锅将黑眼线打倒在地，然后又举起破壁机，哐哧一声砸在小儿子头上。可尽管嘎达姐再厉害，也抵不住2个人的进攻啊！又一个危急关头，嘎达姐打开了破壁机的开关，只见小儿子在一声声惨叫中死在了破壁机的威力下。黑眼线被这一幕直接吓到腿软，只顾着嗷嗷叫了。最终他也被嘎达姐一刀嘎了。然而就在嘎达姐感慨可累死老娘了的时候，小儿子的手机响了。嘎达姐淡定的接过一听，对面居然是自己老公的声音。只听老公焦急的询问：事情办妥了没呀？办妥了我可就回去了呀！好家伙呀，杀疯了的嘎达姐差点忘了她没用的老公啊！刚才出去搬救兵了，结果原来她和小儿子是一伙的呀，怪不得跑这么快呢！嘎达姐当即决定要杀就干脆杀完，于是她引诱老公回来。然而当老公进入家门后，看到了孤勇的嘎达姐，她知道计划失败了。老公一边惊讶于嘎达姐的牛逼，一边劝说嘎达姐：宝贝儿啊，这下他们都死了，剩下财产都是我们的了，你该庆幸啊！那嘎达姐是谁呀？不仅淡定如老狗，还视金钱如粪土。她告诉老公，这钱呢，她花着怕遭报应。最终，嘎达姐趁老公不备，一刀刺在他脖子上，来了一个大义灭亲。谁知就在这时，一声枪响打中了嘎达姐的胳膊。只见一名巡逻警察放下手枪，眼神就像是看到鬼一样，惊恐地看着房间内的情况。但警察猛啊，传呼救兵之后，勇猛地踹开房门，结果正好被嘎达姐制作的陷阱还一斧子送走了。影片到此结束。这个嘎达姐啊，果真是阿松哥看过的最有勇有谋的一个女主了，杀起人来真是毫不含糊啊，深谙补刀的重要性。这么一看，到底谁才是变态啊？Goodbye, everyone.